美国签证大门关，移民拉美难上难。美国的政策跟我们移民拉丁美洲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可大了，最近就有真实案例，说明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大影响力哦。Hola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， 拿着红色小本本，该如何前进才能突破困境呢？今天就来深入研究，当美国宣布暂停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，是如何引发连锁反应，影响拉丁美洲的移民路径呢 ？Vamos。先来看看2026年的开年大礼包，不就是马杜洛被捕吗？那当然是好消息，但对于移民圈来说，最近有一则新闻不能忽视。美国宣布从1月21日起暂停处理75个国家的移民类签证，名单很长了，包括泰国、巴西、哥伦比亚、亚美尼亚、埃及等等。不过旅游留学的非移民签证目前不受影响。可是我又不是移民美国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别以为只影响你去不去美国，这对于国际旅行还有飞不飞得到拉美申请移民都会被间接影响哦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最近就有一个真实案例，可以说明这种影响力有多强。有位网友在泰国机场准备飞去拉丁美洲申请居留权，来回机票都订好了，文件也带齐了，这些都是标准步骤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结果到了机场柜台要领登机证的时候，直接被航空公司地勤拒绝登机，就这样被拒载了。该不会是护照快过期了吧？没有黑历史，也不是偷渡去美国，手上是有效的中国护照，还有旅游签证。第一次被拒后，过了2天换另外一家航空公司再试一次，结果还是被拒。拿着红色小本本也不让过，总要给个理由吧？理由五花八门啊，一会说中转国不让进，也有说目的地海关不让进，甚至还有说签证是伪造的。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理由很牵强，签证是真是假，系统扫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其实遇到这种情况，不一定是地勤很坏，机场很黑，或者真的被拒绝入境了。如果真的不能入境，当初就不会给你发签证了吗？那看起来是航空公司在自作主张，他们有这么大的权利吗？这就回到我们开场说的，美国移民政策正在影响整个航空业的风险判断。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国优先，到底怎么影响整套系统呢？美国暂停75国移民签证，表面上看是在处理移民的问题，实际上是在释放一个信号，风险标准正在全面上升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美国的边境线在哪里呢？这还用说，地图上不是画得很清楚了吗？这算是理论上的边界吧。美国早就发现，与其在边境拦截非法移民，不如从源头筛选，效率会更高。意思是，如果能在机场就把人拦下来，后面压力就少很多啦。难怪泰国会出现在那75个国家名单，现在泰国机场也变得很紧张啊。聪明，当美国开始使用更严格的标准去定义什么叫潜在非法移民，整个航空业、边境系统、转机枢纽都会同步调高门槛。美国是把边境线往世界各地的机场延伸，很多航空公司为了维持美国的航线，都在配合提高门槛。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居留权都是亲自到当地申请会比较快，像阿根廷、厄瓜多、巴拿马都是这样。对啊，但现在连飞到拉美这件事都开始变得不再理所当然，尤其是对红色小本本来说哦。如果像智利这样可以全程线上申请，那在出发前就已经有合法居留身份啦，应该影响不大吧？这时候你在航空公司的系统里面，就从游客变成居民，风险标签自然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套系统并非针对某个人，而是在针对潜在的非法移民，拉起了一张全球过滤网。看来移民本身没有变得更难，但移动却正在变得更难啊。美国暂停移民签证的名单会放在影片说明栏，欢迎留言说说看法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
才了解到航空公司为什么变得更严格，但是不入境美国，也不飞美国，为什么还是被影响呢？答案就藏在3套公开存在，而且运作多年的制度里面。原来是早有预谋的一盘大棋哦。这套制度很复杂，为了方便理解，简化成3大招数。第一招叫做法律责任制。早在2024年，美国就公布了一个政策，所有运输业者，也就是航空公司，如果被认定协助运送了非正规移民，那就后果自负咯。对啊，而且很严重，这家公司的老板、高层主管，甚至他们的老婆孩子，美国签证都可能会被取消。这是传说中的株连九族吗？老板的美国签证被取消，全家人都去不了美国迪士尼乐园啊。还有，如果航空公司把不被目的地国家接收的乘客送过去，最后也要自掏腰包把人送回来啊。这就是经常说的原机遣返吧，很多国家都有，但美国执行的特别严格。对啊，一来一回加上罚款，代价超级高了，航空公司老板都很怕了。老婆孩子去不了美国迪士尼，结果就是宁愿多挡些人，也不能有漏网之鱼。所以老板回去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家要仔细一点，不要害得我去不了美国迪士尼哦。那第二招呢？第二招就是建立数位资料系统。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机场办理登机的时候，地勤检查护照的时间变长呢？以前逼一下就好，现在好像等10几秒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就在那几秒钟，数据就飞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伺服器跑了一圈，这已经是标准的作业流程。又是国安哎，这跟老大哥的作风很像啊，为什么资料要传过去呢？只要飞机是飞往、飞离或者飞越美国领空，甚至只要使用了美国的结算系统，都要上传资料。这张过滤网布置的全方位无死角，谁不用美金结算啊？可能朝鲜人民不同意你的观点。还有地勤在扫描护照时，快速查询系统就会做评估，不是说一定会拒绝你，但会先分到某个风险等级。所以被拒绝登机不一定是犯了什么错，而可能只是名字特征刚好碰上系统里的高风险样板吧。有这种可能，尤其是中文名字的拼写重复率很高，如果不幸跟黑名单撞名，系统就会先拦住再说了。老板有压力，系统会拦截，已经够严密了吧？还有第3招，叫承运人联络计划，听起来像什么通信系统啊？这也称为现场督战。你觉得地勤那些刁钻的问题是谁想的呢？像是带了多少现金，去看什么景点，为什么行李箱有几个炒锅，就觉得奇怪嘛，怎么搞得像在审讯呢？他们都受过美国海关专家的培训，手把手教航空公司怎么看相。风水师傅看面相的那种吗？比较像是建立一套非法移民画像，例如单身、年龄、衣着、行李、行程绕远路、神情紧张、第一次去拉丁美洲等等啊，这些都会被列为风险特征。相当于把移民官的技巧直接传授到世界各地的登机口哦。正是如此，老板怕被取消签证，系统会做风险评估，地勤又受过看相训练，这3招联手就形成了严密的全球过滤网。原本看起来很单纯的飞去拉美，现在也变得没那么简单。真是一开局就打 boss 的感觉，有没有什么通关秘诀呢？主要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即时应对，另一条是长期规划。现在网友都被拦住，先说说即时应对吧，怎么才能不被地勤卡关呢？先记住一个核心概念，你不是在闯关，而是要建立低风险人设。这年头坐过飞机还要兼差当演员，还要即兴演出呢，要让航空公司觉得你是来花钱，而不是来赚钱，是短期游客，而不是潜在难民。那除了梳头化妆，这场大龙凤要怎么演得逼真呢？要演好戏嘛，道具不可少。首先要有真实来回的机票，最好是联程航线，就是转机不用拿行李的那种。
然后有合理的行程计划、住宿订单，再准备一份资产证明，说明有能力负担整趟旅程的开支。原来这些都是破关武器，但为什么联程机票比较好呢？因为在中转国不需要入境，风险就少很多了。但如果买不到联程，必须在中转国出境转机，那建议先入境玩几天啊。还假戏真做啊！因为在中转国住了酒店，还拍了旅游照，这就坐实环游世界旅客的身份了，不会像临时改剧本的跑龙套了。这时候再买机票飞去下一个国家，故事就很合理了。总不能在机场坐几个小时就说完成了一趟旅游吧？那如果不想每次出门都像闯关，有没有什么长期规划的方向呢？有，就是直接取得合法的外国身份。从长远来说，申请拉美合法的居留权或者长期签证，风险等级马上就降低了吧？如果有了居留权，马上就从我是来旅游变成了我要回家了。没错，护照其实只是个旅行证件，而居留权才是通关门票。不过拿台湾护照、香港护照的朋友，应该不用像中国护照那样担心被卡关吧？现在不用担心，是因为还没有出事。但这套系统的标准是可以随时调整哦。来看看这份各国输出移民的数据，目前名列前茅的国家，其实早就被系统高度标记了。原来前3名是印度、中国、墨西哥，真的是遥遥领先啊！不是说依法治国嘛，干嘛还那么多人跑出来呢？平时就已经有大量移民输出，一旦真的爆发危机，不论是哪本护照了，都有可能被重新分类，而且不会提前通知你哦。哦，对了，开头提到那位在泰国被拒载的网友，最后怎么样呢？他马上采用即时应对大法，重新调整计划，先离开泰国，飞到了香港，换一家非美国体系的航空公司，最后终于成功登机，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了。哇，这是不是说香港机场还算比较有规矩，讲法治呢？又或者说，美帝国主义的霸权无法伸手到中国香港特区国际机场吧？总之，换个路径，换个航空公司，可能就会绝处逢生了。无论移民去哪里，都要做好功课哦。来看看这支影片，了解更多移民资讯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悄悄，拜拜。